Hello， 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刘基手自称有软病，3年未碰葛西，这个就奇怪了啊。我们这个前面也说过啊，刘基手在直播的时候说过自己得了软病，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年男人啊，说自己不行。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没必要拿出来大庭广众之下去说。但是节目里面呢，主要就是解决婚姻问题嘛。那我们而且这个男女组团进行了一个悄悄话，节目组故意搞点事情，然后把这个话题呢又重新拉出来说。节目组是怎么问他们的呢？就是说你们接不接受柏拉图式的爱情？然后 A 就是接受， B 就是不接受， C 呢就是说伴侣接受我就接受。什么叫做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呢？就是我们现在理解可能就是精神上交流，然后肉体上就没有交流的这种，对吧？这种婚姻关系。杨紫和李行亮就明确说自己那我接受不了，这个是本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刘基之手就说啊，我可太接受了因为他原来已经说过自己不行了，是吧？你接受你和伴侣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这种模式吗？ A 接受， B 不接受， C 情侣接受我就接受。哎，那我可太接受。我不接受，这个是生理需求，不能没有。杨哥呢？你接受柏拉图式恋爱吗？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原始啊，我不认为这是正常。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拍到了女生那边，女生那边也是黄圣依和麦琳就说，那我们可能就不行，对吧？因为这个是感情的一个基础啊，肉体接触啊，是不是？然后葛西呢就想了半天，犹豫了一下，就说，要不我选 C 吧，就是说这个伴侣要是同意的话，那我就可以；要是伴侣不同意，那我就不可以。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夫妻就是关系是不是有联系力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很难，就是很难去维持。我不接受，他如果接受我就接受。这个时候呢，就震惊了这个麦琳和黄圣依，说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这哪对夫妻是不是进行正常的这种事情啊，对不对？然后葛西呢就说出了一个很让他们震惊的事实：最近3年，他跟刘吉手都没有过这种夫妻生活。就我还蛮想问他的，就是我们可能近3年吧，他就是再也不跟我那个了。哇，3年，真假的？然后原来呢也是啊，就是7年，他们在一起7年的时候，之前是葛西求着刘吉手，对不对？然后说慢慢的，他们就没有了这种关系了。最近3年是完全没有了。就是我其实很想问他，因为他老是给我打马虎眼。你流产才2、3年啊？没有，第7年开始可能就没有了。然后7年之前都是我求他，所以我也会觉得有点自卑。你不会，我告诉你，你很漂亮，你身材非常好。最纯洁的男女关系，这个男女友谊啊！我原来听这个网上的一个段子嘛，就说男女有没有纯洁的友谊？说有啊，夫妻之间就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重要的，你觉得呢？你猜，你是问我能不能接受这种爱情是吗？对，不能。其实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说过，哎，刚恋爱的时候，哎，为了表达一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可以表达，哎，我们其实可以柏拉图。其实我觉得被规训的比较好的年轻女生吧，你通常这个概念是由年轻女生提出来的，对。而男生我感觉很少主动提出柏拉图式的爱情，反正没听说过啊。男生就是这样啊，就是天生就会啊，这个东西不用后天去学。当他真的不想去碰你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对你没感觉，感情上也可能就少了那么一点点。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柏拉图式的爱情在以前就是希腊，他们都是师傅带徒弟这样一种模式啊。作为一个长者，教会他的那个学生，教导他们怎么样呢？就是生活的一些智慧啊和知识呀这些东西，就像一个老师的一个角色。当时的女人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所以那些徒弟都是男生啊。这些徒弟呢，跟他们的老师在一起呢，他既是他的学生，同样也是他们的性伴侣。你说啥意思？就是这个2个都是男的是吗？对，在当时
柏拉图就教导那些老师们，啊柏拉图就类似于祖师一样的对这样一个身份，对吧？对就教导那些老师们，你们不要过度沉迷于他们的肉体，应该多关注并且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去教会他们一些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其实，所以柏拉图首先他教导大家说的这个层次，不是说断情绝爱的那种，就是葵花宝典那种类型，他不是，他只是说不要过度重视肉欲，而应该在意精神层面的一个沟通，对吧？所以柏拉图从主要的出处来说，其实他指的是男男之间的一种友谊，他就是你非要衍生，也只能衍生为男男友谊，而不是男女之情。所以我觉得柏拉图式的爱情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它不适用于男女之间，因为我觉得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它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心理情感的链接和生理性的喜欢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它应该是兄弟之情，而不是男女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我以前真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就是男性和男性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好，后来呢，其实他们一行人啊，就来到了沙漠，对吧？坐下来之后，大家都在夜谈，这个时候呢，就挺尴尬，是吧？这个刘吉手呢，以前也表示过，就是自己去过医院，然后检查过，但是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来。所以说，这个葛西就追问他为什么没有碰自己的时候，刘吉手呢就说：“哎，算了，咱今天不聊这个。其实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确实是有点没有尊严。”葛西他会拿出来讲，我说孩子他肯定他有这个想了解的这个欲望。对这个男性来说啊，我们一般不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不行，对不对？但是麦琳不行，麦琳必须要追问，对不对？他要替这个葛西出头，对吧？就说那你这个葛西，你就显得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魅力啊，对不对？刘吉手说：“哎，嘘，那就是给我留点面子吧，好吧？就是大家不要用这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着我，对吧？有些事咱回家就关起门来再说，对吧？其实我以前是看过刘吉手一个直播的段子，他在那个段子里边说呢，就说林志玲来了可以，但是这个葛西就不行。我说我是心理上的，他说你心理上的，你找我有啥用啊？他说你林志玲行不行？我说那肯定行。他说那你上医院没有用啊，你的病只有林志玲能给你治。你觉得这个可以接受这种观念吗？就是说两个人结婚时间很长了，他对这个老婆确实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可能别的美女来了他又行了，你觉得接受这个东西吗？我不信，我也是学鲁豫老师，我不信。对，我也不太信。其实我觉得柏拉图式的爱情，如果非要男生来提出的话，大概率就是两个答案：一就是不行，二就是他不喜欢女人。但是既然首哥对吧，前面也交了很多女朋友，对也多次跟大家证明我去看过医生，并且还强调我对林志玲行，我反而加深了我对他是不是倾向于第一种的可能性吧。那可能是真的就是不行，对吧？因为这个中年男人，其实咱们在网上看段子也是啊，就是说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啊，都是男的去主动的，对吧？去邀约这个老婆。结婚10年之后，都是老婆拖着老公，然后进那个卧室，对吧？那个中年男人的兴趣就变了，你从原来的这个，对吧？这个肉体啊，就变成了什么盘串、钓鱼，然后这个下象棋，反正越来越佛系，你感觉这个人马上就要立地成佛了，这种感觉。你觉着这个两个人结婚时间长了之后，是必然会走向这个东西吗？那也得老了以后吧。你谁听说30多岁的人就开始有这种走向的？但是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有的时候啊，尤其是中年夫妻，如果一个男的说不是说短时间的，不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频次有多么的少，而是说常年不碰这个老婆。通常很多人都会联想啊，那他是不是有外遇啊？是不是在外面已经交过公粮的，回来就没有交啊？对，偷吃了。但是刘吉手不出门，这首歌不是，他连门都不出。所以我觉得这一层可能性也没有，所以我才盲猜嘛。当然了，我们这个都不好说。我从网上看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梗吧，就是说生理性的喜欢通常有6种表现啊。第一就是总想咬对方，怨不得你老咬我，是不是？还有
对你不要怨我，这是喜欢你，你知道吗？喜欢你才咬你，不冤啊。第二呢，就是指的是那个看见对方就想笑，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笑出来。哎，第三呢，就是无意识的会模仿对方。比如说，你曾经跟我说过，王菲的那个台风跟窦唯特别像，对不对？他们都是在舞台上那种舞蹈的方式，对唱歌的方式都非常像。你就能感觉出王菲当年应该很爱窦唯，我觉得。对。第四呢，就是对对方是没有洁癖的。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很洁癖，但是他对这个人，对自己很喜欢的、很爱的这个人是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生理性的喜欢，不一定是指的男女之间啊，也有可能是亲子之间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对。然后第五种呢，就是很喜欢闻对方身上的味道，哎，这个也适用于亲子和男女之间，对不对？第六种呢，就是睡在对方身边的时候会很安心，并且会很快入睡。哎，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生理性的喜欢其实还真的有点像亲子关系，也有点像夫妻关系。对，它就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其实感觉上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可能你面对这个异性之间，你有了一层最底层的一种需求，原始的那种，对，最原始的那种需求，就是繁衍的这种需求，对吧？其他的其实关系都差不多，就是咱们都是很亲密的这种关系嘛。然后其实葛西他就感受不到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他说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流产之后，那个刘吉手就不行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可能给刘吉手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样东西有什么？因为流产这个毕竟也是两个人的选择嘛，对吧？当时这个葛西在流产的时候都是自己去的医院，然后刘吉手可能就假装问说要不我送你啊？葛西说不用，然后他就自己去了，他就说在路上一直吐嘛。然后刘吉手也可能就是简单的关心一下，都是让我自己走到医院去的。我还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夏天太热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停在那个路边的那个树底下，我这边吐了半天。然后我给守卫说我吐了，我说哦什么情况？好像是领导在问话那种感觉。然后整体来说呢，就没有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这个就让葛西很受伤，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婚姻里边啊，就是刘吉手。他是人格低下，但是自认为在这个婚姻关系里边地位很高。葛西呢就恰恰相反，他是觉得自己是独立大女主，对吧？但实际上在这段婚姻里边，他这个人格就是比较低下的，他就是永远都是在求着呀。你看他用的这些词儿，求啊，然后这个我需要呀，你到底爱不爱我呀？东西都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者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角度上去问这些问题。然后蔡明老师呢，其实说了一段话呢，也可能解决刘吉手他们的问题。就刘吉手说，我就是一直演段子嘛，对不对？我就写段子嘛。但是现在都是视频了，我拍视频不行，我可以怼人或者是写点文章啥的。但是视频呢，它需要就是一些文案啊、文本啊，需要有团队来去拍摄。就说这个蔡明就说这个没啥事，你应该去试一下嘛。但是以前我主要写文字嘛，对啊，现在都是视频了，对吧？搞笑的、轻松的、愉悦的，这些你都不能做到吗？不太擅长。您都太强，你知道我小时候是演悲剧的啊，所以都是有过程的，都是有过程的。你试一试，孩子，我就经常告诉自己8个字：忘掉过去，不惧未来。有阅历又有案例。我觉得他这段话说的非常好，因为什么？我原来就是说一个人能做成功一件事情，其实没有必然的一个原因和结果，就是去试，对吧？同样一个人去同样的做实践事业，用同样的精力和实践努力程度，你做出来的结果它就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就是因为运气好，有的可能站在风口上了，有的可能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个东西就没法说，对吧？但是大部分事情你可能都不行，就是中间某一件小事，可能这个过程就把你打败了。所以说我感觉一个事业的成功，其实主要就是靠运气，我觉得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中年男人啊，中年危机这段时间又说到这个了，就是刘吉手呢自己认为啊，我到了中年，我可能这个身体也不行了，对吧？这个体力在下降，然后事业也在下降，然后以造成呢他这个人很麻木，就自暴自弃，在家里躺平。然后葛西呢就是恰恰正相反，就是原来他是在家里躺平的，这几年呢就发现哎出去玩玩，交朋友，然后玩什么这种翼装飞行之类的，还挺有意思的，他就更愿意走出去。这也是我们社会中经常碰到的一种关系，就是男方越来越荡，
然后后期呢，到了中年之后，女生就越来越往上走。你发现之后啊，50、60岁的成团的旅行团，其实都是女性为主，就是闺蜜团为主。你没有见过什么老头团，很少，对吧？老头团可能就是出国买春去了，那有可能啊。这个但是正常的一个旅行就非常钓鱼，对，他就不太愿意出去野外的，就纯粹漫无目的的游玩啊，看看花呀，放放草啊，看看草啊之类的，这个不喜欢。可能他是有目的的，比如说咱今天下棋去，对吧？去那个钓鱼去，对吧？但实际上这些玩意儿呢，这个女生又不喜欢，所以说也造成了之后中年夫妻出问题的是特别多。我们管这个啊，现在管这个叫中年危机，对吧？原来我们社会不是这么认为，原来这个社会就是说，你这个男的变了，你变了，或者这个女的你变了，你跟原来不一样，咱俩就矛盾加深，就吵架，那不行，咱就最后离婚。其实这个有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原理啊，就是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其实也不能说是特指男性，但是呢，大部分确实是在男性身上更加的明显。就为什么？就是事业、体力双方面，然后你就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对吧？力不从心嘛。对你面对老婆的时候，你很难说出口说我不行，那你只能说，哎呀，我今天太累了，我们这个事业呀，简直是太忙了，对不对？然后让我操心的事儿简直太多了，但是很难有人像刘基手这样直愣愣的说出来，就是我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刘基手人格上，其实尤其是对外的人格上是有点低下的。他老把他说自己发明的软学嘛，就是说我这方面软，我那方面在公众面前我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是管我叫啥？不叫暖男，叫软男。我在家庭中方方面面都很软。我说这跟老婆要示弱，全方位软。我发明了一套软学啊。当我说自己不行的时候，自己已经把自己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了，别人还怎么好意思上去踩你一脚呢？所以说，你觉着这个男人的中年危机和女人的中年危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女生她就是由于男生大部分的女生的中年危机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更年期，对，它会比较晚一些，它不是中年危机，它其实是女性从中年步入老年生理上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它是一种被动的，就是不太是一种主观的一种想法的变化，而是真实的从身体上的一种变化。就是我没体验过，但是我能感受到从自己的父母那一辈可以感受到，他不是哪怕他当下的生活事业是顺利的，他其实也会有些烦躁。那我觉着在我的印象中啊，就是女性在这个更年期期间，我很少有见这种抑郁的或者自暴自弃的，但是我感觉大部分都是非常脾气比较暴躁的这种，情绪比较饱满的这种。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听说过这种？因为他精神亢奋，你会发现男性，你看像就是中年危机的男性，他会比较体现在低迷，就是他有气无力，就是摆烂躺平的那种状态。但女性是恰恰相反的，她的那个危机啊，不是体现在这个方面，它是体现在那个精神极度亢奋的。你会发现很多中学的班主任都是这个年龄段的老师，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真的很辛苦。然后更年期呢，可能身体不舒服，但是呢，她是真的有精力旺盛的，她早上是真的起得早。他真的是睡不着，像我妈那时候更年期的时候，我感觉她也没啥事儿，她退休，对吧？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她就是很亢奋，而且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当下的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不顺的事情了，但是她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就不用遑论我们这些生活不那么顺利的，那就更痛苦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彼此理解吧。那你觉得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她还有这种方面的需求吗？哪有分更年期？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个跟有没有感情有关系吧。就比如说，如果一个被呵护的很好的，哪怕更年期了，他可能不会很主动，但他也不会太抗拒。但是如果当下两个人通常不说说老婆更年期或者老妈更年期，通常这个时候好像两个人的情感也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僵持的状态，所以可能也很难在这个阶段特别美满。但是我们就是想办法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吧。但是葛西跟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事儿。我觉得葛西跟刘基手还谈不上中年危机，因为他们还没到那个年龄。对。但是葛西说到他在这个
就是结婚第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求着刘基手去履行这个夫妻义务了。这个求就让我觉得特别刺耳。我就宁可他说我压着他，我也好听点。就像你说的拖进去的也好听点，求就好卑微。葛西这个大女主人设其实是立不住的，知道吧？她太被动了，在这个婚姻里边。所以葛西遇到刘基手，并且被刘基手伤害，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他居然让这个男的持续他伤害10年之久的话，如果这10年以来一直是他说的这个状态的话，那葛西的问题可能其实比刘基手要大。我觉得比如说就是。其实我这种观点可能是一种比较极致的大女主观点啊，不一定正确，但是它是很女性、很大女主的也是其中的一种思想嘛。我们可以讨论。我们通常说一个就是男女之间啊，这个对错观通常有3种。第一种就是法家学的一个观点，就比如说在一个平台上啊，在一个交友平台上，一个男生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这个女生，并且后来把这个女生渣了，然后这个女生受伤害了，这时候用法家学的思想，就是说男孩错了，对。其实葛西就是这种想法，你错了，然后就找一帮朋友一起来论证，就像我的律师一样论证你错了，并且一起来声讨你。但是这也就产生了葛西后来说的那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我总遇到这样不爱我的人？就是你可以围剿这个男人，你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但是你无法避免这样的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那么第二种对错观呢，就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对错观，就是谁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去避免这个错误，谁就是过错方。那么我们从刚才这个事例来说，那么平台就是错的，就是比如说相亲平台，你一些资质的东西，你说你有几套房，你要拿房产证的，就是这样就不会存在骗婚这件事情。那么平台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情产生。那么这是经济学的。好，第3种就是商人的对错观，他们通常认为筛选大过于修正，所以从头承认自己我的眼光有问题。比如说我投资一只股票，赔了，我认，我眼光有问题，我赶紧抛了，重新选。所以我觉得葛西需要有这种观点，愿赌服输。对，愿赌服输，并且他真正的大女主的这种恋爱心态就有一种什么样呢？就是只有反馈没有失败。就是比如说我在刘基手这里不顺利，反馈就是刘基手这个人不适合我，对吧？那么我就回头赶紧抽离啊，或者某一类人不适合我，那我下次就不选这一类人，这就是反馈，而不要上来就说啊，我为什么总遇到这个，就不要为结果去说。你还没有停止追求幸福，你还没有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失败，失败是什么？没有机会，对吧？我们永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那就是你要理解刘基手给你的反馈是错的，我就改，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可能葛西需要这样一个想法吧。那我们其实就是也劝葛西，就像蔡明劝刘基手的那句话，我觉得对他们2个人来说都是通用的，就是忘掉过去，不惧未来，对吧？希望他们2个回家的时候能商量好，自己想好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好，感谢大家观看人微言轻节目，如果大家觉得喜欢，请订阅、评论、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